Hello，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如何用色彩参考来去抓出像这样子的渐层色票哦。那也会跟大家讲一下它的优缺点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的渐层色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右手边看到这张图的渐层，深色的地方就是一个深紫色，浅色的地方它是一抓到黄色。我先从怎么做出这个色阶开始跟大家讲。首先呢，我们先到我们的渐层工具这里找到从描绘色，那请你拉出一个白到黑的渐层，方向没关系哦。像我的话，我是习惯黑色在底下，白色在上面。好，接着呢，我们到编辑色调补偿、色调分离这边呢，你可以去调整它的阶级数。那我这一次改成8。那如果你希望你可以看到比较多的色阶，你就把它改高一点就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完成阶梯的渐层色。那只是说这个的话，它在放大一点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网点。所以如果你有比较追求就是边缘要齐整的话，你可以到扳手这边到详细设定，那你可以在中间先新增一个颜色，然后使用混合滤曲线，这样子去调整，好像这样子。那位置的部分，你可以在位置这里去输入，那就会是一个比较绝对的位置哦，你就不用说每次还要去调说，有没有等距，像这样子。那这样子拉出来的其实也是一样的效果。那边缘的话，它会比较平滑。然后因为我们这次要抓色票，所以这样子就够了。好，接着呢，我们到编辑色调补偿色彩参考。好，那我们打开色彩参考以后，我们到图像这里哦。如果你一开始建成，我们到左手边这个标签。找到图像，那保持亮度呢，把它关掉。好，那你这时候去选择其他图片来看，那你可以在保持亮度这边来回切换。那我这边建议，如果你是要抓色票，请你把保持亮度关掉，会抓出来的色票比较好看。我们以中下这一张来看，它的保持亮度不勾选的时候，它颜色的彩度会比较高，而且抓出来的颜色比较漂亮。那如果你把保持亮度这个功能打开以后，你会发现它的颜色就抓出来就比较单一一点哦。像我现在用我示范这张图抓出来颜色很单一，可是我把保持亮度关掉以后，它抓出来的颜色比较漂亮。到这样目前为止，其实就知道怎么样去把渐层色的色票抓出来了。那我这边呢，接下来示范一些其他图片要怎么抓哦。比方说，像我有一张这张图，假设我很喜欢我现在画好这张图的，我觉得这个色彩我喜欢，那我就按开启。可是你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抓出来的颜色很奇怪，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颜色绿色、红色分布很大，但其实它抓出来颜色会像这样子哦。那我这边在示范别，但我之前有做一些色票练习，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色票练习这边的它的色，就是每个颜色的块状都比较大，然后也是有那种明暗的差异。那比方说以12这张图，它抓出来是像这样子，你看它明明有绿色、黄色、橘色、红色，那它最黑为什么不是绿色或者是橘红色这个颜色？那这个就真的不确定为什么。好。再来，但是像这种04，你看04，我们从大家的荧幕看起来小小的这一张图，它的颜色其实非常的暧昧不清，就是很近，可它抓出来的色票就是这样子的。好，比方说像这个背景黑色，然后蓝色叶子这张图，按开启，它抓出来的色票是长这样子的。好，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完完整整抓出一张图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色票的话，你可以使用 Adobe Color 的截取主题这个功能，左半边这边还有一些选项可以选。那你今天要截取渐层的话，就选到这里第3个，那就这样抓。那有些人可能就有记忆，他抓出来的渐层色跟那个 CSP 抓出来的有没有算很雷同啦？只能说雷同，不能说一样，就只能说很像。因为我们在讲说抓这些颜色的时候，会有很多它后面有些程式在跑，对。但是你可以发现说，像这个咖啡色就很近，然后这个这边的咖啡红就会接近这边。那上面这个灰色不知道为什么它刚好是对到这里啦。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就是稳妥一点的抓出漂亮的渐层色的话，你可以在 Adobe Color 这边去来看一下怎么抓。那如果你有 Adobe 账号的话，我会推荐使用 Adobe Color 这个功能来抓色票，可能会比较准一点。只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Adobe Color 这个工具有截取主题色功能以及截取渐层色功能。如果没有 Adobe 的话，其实你可以使用CSP 的色调补偿的色彩参考这个功能呢来完成。
我会建议把宝石亮度这个功能关掉，会比较好抓，抓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漂亮，彩度会比较高一点。好，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使用色调补偿里的色彩参考来抓渐层色的一个方法啦，谢谢大家。